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季的 Aries Talk。那今天呢，我要来聊聊，就是我其实蛮想聊的一个主题啦，就是有关于台湾为什么需要发展离岸风电，为什么需要发展再生能源的这个原因。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迫切，急需要大家全力发展的一个产业，一个能源这样子。那我今天主要会分为这个6大点来讲。第一点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能源独立这方面，因为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台湾目前现在8%到9成的能源其实都是仰赖进口，包括核能，然后火力发电这些的，火力发电中间又有分天然气跟那个煤炭，那这些能源它的这个燃料都其实是需要仰赖国外进口。那国外进口的话，它可能就是需要从中东那边走这个马六甲海峡，然后进到台湾的这个可能台中港、基隆港或是高雄港。那这个航道一旦如果有战争发生，那可能解放军他他可能可以把这个航道如果封锁的话，那我们台湾基本上，以天然气的这个储备的话，可能是不到2个礼拜就会用完的。那可能煤炭好一点，但是呢，现在政府又想要把这个煤炭的这个比例降低，而且煤炭还是有这个空污的问题，会造成就是大家这个得肺癌的比率就很高。对，那你如果没办法从这个航道进来的话，那我们等于整个台湾的能源可能2个礼拜就会陷入一片黑暗。这时候呢，如果有其他的备用的这个能源，例如说水力、太阳能或者是这个离岸风电的话，那至少都可以保持一个这个基本的用电。那当然啦，你要发展这些再生能源的话，当然你相对应的这个电网，还有这个储能系统、储能的这个装置，你当然也是要就是把它做花一些预算做这个适当的升级嘛。对，那这个是有关于能源独立的部分啊，就是呃，因为台湾海峡是一个很棒的这个风场嘛，那如果这个有做起来的话，其实像英国以他们的这个例子的话，其实他们在旺季的时候可以达到70%都依赖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供电，他们甚至有能力可以把这个多余的电，呃，往回输出给这个欧洲大陆。那当然啦，这个欧洲的经验是说，他们的电网是整个都整合在一起的，所以它这个电网的强韧度一定是会比我们只有台湾自己一个岛屿来的好很多嘛。对啊，那欧洲呢，甚至就是有一些时段，它的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能源可能是可以，甚至是达到负电价的。我自己本人其实也是支持去把这个核能保留下来，因为核能它毕竟还是一个稳定的这个电源，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离岸风电也是需要就是相对应的这个发展嘛，不然的话，其实以我们台湾的这个外交处境，还有各种这个战争的风险，假设哪一天这些能源国，比如说提供我们这些能源国，假设跟中国友好的话，那他们如果达成一个协议，不愿意卖我们能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储备跟我们的这个石油储备，其实就很有可能会断炊。好，这是第一点，就是关于能源独立。那第二点呢，就是地理位置是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台湾呢，在这个世界知名的这个杂志里面，它还有评比嘛。那全世界的这个最优秀的这个20个风场里面，有16个都在台湾。对，那为什么台湾海峡这一块会有这么好的风场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个中央山脉，那中国大陆那边他们的福建那一边也有一个，就是好像是武夷山吧，我不是很确定是哪一个山脉，但是他们也有
就是相对应的这个山脉，所以导致说有点像是水管，台湾海峡就是有点像一个水管，这边很窄，但是它那个风进来，它的那个风速就会很快，因为它这个海峡窄，然后两边的山脉都很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个16个风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要好好利用这一块去把我们的这个离岸风电产业给它大力发展起来。对，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有关于这个经济可以增进这个经济发展，然后也可以相对应的嘛，这个产业就可以转型嘛。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进到这个21世纪之后，我们的重工业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发展。那我们的产业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半导体产业。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有很强的这个国际竞争力，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传统产业，例如石化能源或者是其他一些传产的话，就是在国际上比较没有什么竞争力。那这个风力发电这个产业刚好是给台湾带来一个新的机会，把这个风力就是离岸风电这个产业链把它整个组建起来，然后我们也是走在亚洲最前面的嘛，那可能我们可以输出这个统包工程的经验到日本甚至韩国。现在有一家公司叫做瑞丰能源，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开发商，那他们有想办法要打进这个日本的市场，当然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至少我们在亚洲是走在最领先的这个地位的。那这个离岸风电产业其实也创造很多这个高薪的工作机会嘛，像我也是因为有离岸风电这个产业的经验，所以我才有办法就是来欧洲这边工作。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会让我们这些原本学传统电力的这个技术人才，或者是土木人才，再迎来一波新的高潮。因为以前，比如说像土木人好了，我认识的这些土木人，他们做完高铁之后，基本上台湾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重大的公共工程或是公共建设，那导致说他们都只能去做一些，比如说像是办公大楼或者是一般住宅这种比较基础、比较没有什么技术性、挑战性的这种产业，那利润自然不会高啊。可是离岸风电不一样，离岸风电的产业是有这个上兆的这个产值，那也是把国外的这个投资带进来。很多人会以为说我们的政府其实是在花钱，在这离岸风电产业上，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政府释出这个标案之后，他来投资的投资商其实是国外的厂商，他自己去银行找资金，看银行有没有人愿意贷款给他，然后才有办法做这个建设的案子。所以其实就金钱的角度上，其实国家对于这个离岸风电产业，其实它就只是定一套规范在那边，然后让国外的厂商来遵守这个游戏规则，然后去看你要不要标这些风场。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啊，台电可能就是需要用比较高的价格来收购这些电，但是离岸风电现在已经走到这个3+2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有一些零元的这个现象，就是它得标，然后它卖一度电到电网里面是0元。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个0元，那它要怎么赚钱？其实它赚钱的方法就是去找我们国内的这个高科技厂商，然后去就是因为这些高科技厂商会有需求嘛，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电不要卖给台电，我们把它卖给私人的企业，比如说像台积电，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半导体用电大户，甚至是未来可能石化业也会有需要。
那这个就是过渡到我要讲的这个第4点，就是我们的传产与高科技产业的这个需求。就是欧盟已经明定说，在2025年之后，所有进口到欧盟的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它都必须要有一个碳足迹的这个认证，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证明，或者是你必须要提出一个认证说，你有去买这些绿电的凭证，去抵消你制造这些工业产品，或者是制造这些消费性电子产品所产生出来的碳，就是这个会产生碳足迹嘛。那你需要用相对应的这个去买相对应绿电的这个凭证去把它做抵消。你如果没有这个凭证的话，你之后进到欧盟，你就是会被扣重税嘛。那这也是间接的促成说，不是政府主动去推动这件事，而是民间的这个产业，未来如果它要出口到，比如说像美国，或者是比如说像欧盟，尤其是欧盟很注重这一块，它会需要这个凭证。那产业现在也很担心说，以后会不会买不到绿电？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积电是基本上把台湾大部分的可以买的这个绿电都已经把它扫起来了啦。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未来的石化厂啊，比如说像中钢、台塑、中油这种石化厂，它以后如果要外销的话，势必会面临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电子厂也是一样的，对，主要是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去强迫企业要购买绿电的凭证，然后绿电的凭证就必须要有离岸风电，或者是可能太阳能，或者是一些水力发电所用这个再生能源所产生出来的电。那现在最大的这个建设案，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离岸风电嘛。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台湾是一个地小人稠的一个岛屿。那地小人稠的岛屿有一个坏处，就是我们没有很多的土地去盖更多的电厂。对，就比如说像你要大规模扩展这个太阳能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啦，因为太阳能电厂它需要占用很大的这个农地嘛。那很多时候现在就是农地又休耕，然后改种绿电，它变成说台湾未来可能如果这些农地休耕，然后全部拿去盖太阳能的话，那搞不好就是会面临到，如果发生战争，就会有这个粮食断炊的问题。因为你如果粮食都大量仰赖进口的话，这个到时候战争，如果假设我们这个航道被封锁的话，粮食进不来的话，还是必须要靠这个自给自足。那太阳能还有个缺点，就是太阳能板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处理方式。那太阳能的这个制程其实是很毒的，所以以后这些太阳能如果将来废弃之后，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那我们如果是这个风机的话，风机其实现在厂商他们也大部分都可以研究说可以就是可分解的这些叶片嘛。那风机的制程相较于这个太阳能板还是没有那么毒的，对，所以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会占用到我们已经不多了这个土地。对啊，太阳能板就是一大片嘛，一大片农地全部拿去种电，其实也不是很好嘛。那如果盖在海上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居住的这个用地，或者是生活的这个用地，就影响就不大。因为我们的说实在，我们可以生活的这个土地其实也不多，只有集中在西半部嘛。你尽量就是把土地做最有效的利用。那你把电厂盖在海上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对，那再来就是当然也是要能源转型啊，就是
因为这个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啦。那你不可能说就是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啊，不可能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作对嘛。那这个我相信这个离岸风电一定是未来一定是要继续去把它发展下去的啦。对啊，这个全球暖化迫在眉睫嘛。那其实发展离岸风电的好处是，它也带动很多其他产业的这个发展。就比如说，其实如果你要盖离岸风电场的话，未来这个储能的这个系统也是很大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台湾现有的厂商就是台达电，它有办法做这个储能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储能系统，1 MW 起跳。对，那未来看能不能把这个储能的这个电池越缩越小，然后你有储能系统的话，你就可以对抗这个离岸风电的或者是太阳能这个不稳定性。那未来我们可能也会有看到这个浮动式风机的这个发展，因为台湾的东海岸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地质是它面向太平洋，它的地质是很深的嘛。那东海岸基本上不太可能去打基桩。那未来如果想要在东海岸也发展这个离岸风电的话，我们就需要这种浮动式的风机。好，那其实我自己也很期待台湾这个未来10年我们这个产业的这个走向。那希望大家听完我的这个讲解，就可以比较理解说为什么我们要朝这个离岸风电坚定的这个向前行。好，我是 Eric，我们今天 Eric Talk 就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